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句话，很多人听过，却不以为然。我曾经也觉得这只是过来人的危言耸听，直到我亲身经历了那场荒唐的婚姻。现在很多年轻人结婚前会担心婆媳关系，却很少有人像我这样，婚后不到48小时就决定离开。大多数人会忍耐、妥协，甚至放弃自己的尊严去维持一段婚姻。但我不同，我选择在伤害还不够深的时候及时止损。今天，我想分享我那场只持续了1天半的婚姻，以及我为什么毫不犹豫地提着行李离开。此刻，我坐在回老家的高铁上，窗外的风景飞速掠过，就像我短暂的婚姻一样，转瞬即逝。手机里是老公发来的数十条未读消息和未接来电，我一个都没回。婆婆那句媳妇就该早起做饭的话还回荡在我耳边，而我的决定已经无法改变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婚礼当天的幸福场景与今早的愤怒形成了鲜明对比。昨天我还穿着洁白的婚纱，接受亲友的祝福，今天我却狼狈地拖着行李箱，悄悄离开那个应该是家的地方。手机再次震动，是老公发来的语音消息：小文，你到底去哪了？我妈她不是故意的，你别这样好不好？大家都等你回来吃早饭呢。我关掉了手机，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景色，思绪回到了几个小时前的那个凌晨。早上5点，窗外天还没亮，我正在甜美的睡梦中，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惊醒。小文，起床了，该做早饭了。婆婆的声音透过门板传来，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。我迷迷糊糊地坐起来，看了眼手机，才凌晨5点05分。昨天的婚礼让我筋疲力尽，我和老公林峰回到家已经是凌晨1点多，睡下都快2点了。妈，这才5点多，能不能再睡会儿？我试图商量，门外的婆婆提高了声音：新媳妇第1天就要早起做饭，这是规矩。我们家都是这样的，你妈没教过你吗？快点，全家人都等着吃你做的早饭呢。我感到一阵不适，但还是强忍着起了床。林峰被吵醒，迷迷糊糊地问：怎么了？你妈让我起来做早饭。我低声说：那你去吧，我妈就这样，大家都习惯了。说完，她翻了个身，继续睡。这句话像一盆冷水浇在我头上。我们恋爱3年，他从来没提过他家有这种规矩。我咬了咬牙，穿好衣服走出了卧室。客厅里，婆婆已经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见我出来，她满意地点点头，去洗把脸，然后去厨房，锅碗瓢盆都准备好了。今天家里来了亲戚，你得做8个人的早餐。8个人？我惊讶地问。对呀，我和你公公，你和林峰，还有你小叔子一家3口。昨天婚礼后就住在客房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走进厨房。厨房里干净整洁，但我完全不熟悉这里的布局。我尴尬地站在那里，不知道从何下手。妈，我不太会做饭。我实话实说。婆婆的脸色立刻变了。什么？不会做饭？那林峰平时吃什么？你们年轻人恋爱那么久，你都没给他做过一顿饭。我感到一阵委屈。我们平时都是在外面吃，或者叫外卖。哼，现在的年轻人真是……婆婆不满地嘟囔着。算了，我来教你。看好了，以后每天都是你做。接下来的1个小时，婆婆站在旁边指手画脚，不停地批评我的手法不对，火候不够，调味不准。我感到既疲惫又委屈，但还是尽力配合。等所有人都坐在餐桌前时，
婆婆宣布，这是小文第一天做的早餐，大家多担待。小叔子的妻子笑着说：“嫂子，豆浆有点糊味啊，包子好像也没熟透。”公公也跟着说，而林峰只是低头吃饭，一句话都没说。我感到一阵眩晕，胃里翻江倒海，不仅仅是因为疲惫和委屈，更是因为我突然意识到，这可能只是未来生活的开始。我悄悄看向林峰，希望他能说些什么为我解围，但他只是低头吃饭，仿佛一切都很正常。饭后，我去厨房收拾碗筷，婆婆跟了进来，开始了新一轮的教导。小文啊，以后你要记住，我们家的作息是这样的：早上5点起床做早饭，晚上10点前必须把第二天的菜都准备好。林峰的衣服要单独洗，水温不能超过30度。我的脑子嗡嗡作响，这哪里是婆媳关系，简直是雇主和佣人。妈，昨天结婚太累了，今天能不能先休息一下？我试着商量。婆婆脸色一沉，结婚是累点，但家务不能耽误。你看看我，生了2个儿子，还不是一样把家务做得妥妥的。现在年轻人啊，就是吃不了苦。回到卧室，林峰正在玩手机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坐到他旁边。林峰，你妈是不是太严格了？我们才结婚1天。林峰头也不抬，我妈就这性格，你慢慢习惯就好了。我们家的女人都是这样过来的。我妈当年比你还辛苦呢。可是，好了，别想那么多，时间长了就好了。她打断我的话。对了，晚上我妈说要邀请几个亲戚来家里吃饭，她会教你做几道我们家的拿手菜。我愣住了，今天还要做一桌菜？对呀，我妈说要让亲戚们看看你的手艺。林峰仿佛没察觉到我的不满，继续说，你表现好点。我妈挺重视这次聚餐的。我感到一股怒火从心底升起。结婚前，林峰对我百依百顺，说过会一起承担家务，会照顾我，会保护我。可现在呢？林峰，我们昨天才结婚，我还很累，能不能跟你妈说改天再聚？我尽量平静地说。林峰终于放下手机，皱起眉头。小文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妈一片好心，想让你融入家庭，你怎么这么不配合？配合？我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。5点叫我起床做饭，全家人挑我的毛病，现在还要我准备一桌宴席，你管这叫配合？你小声点。林峰紧张地看了眼门外，被我妈听到多不好。你就不能忍忍吗？结婚了就要有做媳妇的样子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。林峰，结婚前我们说好的是平等相处，共同承担家务，现在怎么变成我一个人做所有事了？林峰的表情变得不耐烦。那是在我们自己的小家，现在是在大家庭里，规矩不一样，所以你早就知道会这样。我感到一阵心寒。林峰支支吾吾，显然是早有预料。我站起身，不想再继续这个对话。此时，婆婆的声音从门外传来：“小文，出来一下，我带你去菜市场，教你挑选食材。”我看了林峰一眼，他对我使了个眼色，示意我赶紧出去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感到无比清醒，这不是我想要的婚姻。我去换件衣服，我对门外的婆婆说，然后锁上了卧室的门。林峰疑惑地看着我：“你干嘛锁门？”我没有回答，直接打开了行李箱，开始往里面塞衣服。你这是要干什么？林峰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。走，我简短地回答。什么？你疯了吗？我们才结婚1天。林峰慌了，试图阻止我收拾行李。我停下手，直视他的眼睛。正因为才结婚1天，趁着感情还没有完全破裂，
趁着我还没有习惯被当作佣人对待，我要走。小文，你不能这样。林峰的语气软了下来，我们可以商量，我会跟我妈说的。晚了，我合上行李箱。林峰，我爱的是那个承诺平等相处的你，不是这个让我委曲求全的你。3年前，我和林峰在一次公司聚会上认识，那时的他幽默风趣，体贴入微，让我很快就坠入了爱河。在我们交往的日子里，林峰总是尊重我的想法，从不强迫我做任何不情愿的事。我们的约会很随性，想吃什么就去哪家餐厅，想看什么电影就买哪场的票。林峰甚至会主动帮我分担家务，有时候来我家，看到我累了，他会二话不说就开始打扫卫生、洗碗。我觉得家务这种事就该2个人一起做。林峰曾这样对我说。我妈那一代不一样，他们受传统观念影响比较深。我天真的以为他是在暗示他与上一辈的不同，是在表明我们的家庭会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。交往1年后，林峰带我回家见了他的父母。那次见面，我隐约感觉到了婆婆的强势和传统，但林峰一直在旁边打圆场，我也就没太在意。我妈就是嘴上说说，其实人很好的。每次我流露出对婆婆言行的不满，林峰总是这样安抚我。订婚那天，婆婆第一次展露了她的真面目。她直接告诉我：小文啊，结婚后你要学着照顾好林峰的生活。我儿子从小都是我伺候着长大的，捧在手心里怕摔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。当时林峰立刻接话：妈，现在不一样了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，也会照顾好小文。婆婆笑了笑，没再多说什么，而我竟然天真的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。结婚前1周，我们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。当晚，林峰提出了同居的要求，我们可以先住在我家，等攒够了钱再买新房。林峰提议，我有些犹豫，和你爸妈一起住吗？是啊，我家房子大，3室2厅，住4个人完全没问题。林峰看着我的表情，又补充道：你放心，我会和我妈说清楚，不会让她干涉我们的生活。当时的我抱着对婚姻的美好憧憬，选择了相信她。现在想想，真是太天真了。婚礼当天，一切都很完美。林峰在众人面前深情地说：我会用一生去爱你，呵护你，我们将共同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。然而，不到24小时后，这些甜言蜜语就被现实无情地击碎了。婆婆在门外不停地敲门：小文，你好了没有？菜市场要赶早啊！我拉上行李箱的拉链，对林峰说：帮我跟你妈说一声，我回娘家了。林峰一把抓住我的手腕：你不能走，你知道这样会让我多没面子吗？我冷笑一声：面子？我的尊严和感受就不重要了吗？小文，求你了，给我们一次机会。林峰的语气带着哀求。我摇摇头：不，林峰，是我给了自己一次机会，机会远离这段不尊重我的婚姻。当我拖着行李箱打开卧室门时，婆婆惊讶地站在那里，上下打量着我。你这是要去哪？回我父母家。我平静地说。婆婆的脸立刻沉了下来。胡闹！新婚第2天就回娘家，像什么话？别人会怎么说我们家？妈，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，我只在乎我自己的感受。我直视着她的眼睛。我不是来当佣人的，我是来组建家庭的。婆婆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，立刻炸毛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让你做早饭是对你的考验，看你是不是贤惠的媳妇，这有错吗？林峰在一旁急切地说：妈，小文不是这个意思，她就是太累了，
想回去休息一下。休息？婆婆的声音提高了8度。我当年生了你第3天就下地干活了，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不知道什么叫吃苦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不想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激化矛盾。婆婆，我尊重您的传统和规矩，但那不适合我。我们之间的期望值差距太大，与其以后天天闹矛盾，不如现在就说清楚。公公和小叔子一家被吵声吸引，也都围了过来，场面一度非常尴尬。最终，在林峰的一再恳求下，我答应先冷静一下，回娘家住几天再说。但我心里清楚，这段婚姻已经难以挽回。一路上，林峰不停地发信息，从道歉到保证，从央求到责备，情绪变化很大。我一条都没有回复，只是默默地看着窗外。到了高铁站，我给父母打了电话，简单说明了情况。妈妈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：“闺女，婚姻需要磨合，不能因为一点小事就……妈，这不是小事。”我打断她：“这是关乎尊严和平等的大事。那你先回来，我们当面聊。”爸爸接过电话，语气中满是担忧。挂了电话，我坐在候车室里，思绪万千。我想起林峰在婚礼上对我许下的承诺，想起他曾经的体贴和关怀，又想起今早他的冷漠和妥协。我突然意识到，或许从一开始，林峰就知道他家的规矩，知道婆婆的期望，却选择了隐瞒，直到我被婚姻的枷锁牢牢锁住。回到父母家，我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详细地告诉了他们。妈妈一开始还劝我忍忍，但听完全部经过后，她也沉默了。闺女，你确定要这么决绝吗？爸爸问我。结婚容易离婚难，你再好好想想。我点点头。爸，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我宁愿现在就结束，也不要等到被完全磨平棱角，失去自我之后再后悔。那天晚上，林峰带着他父母来了我家，场面一度很尴尬。婆婆坚持认为我小题大做，而林峰则不停地道歉，保证会管教好他妈妈。小文，我保证以后我妈不会再那样了，你回来好不好？林峰恳求道。我看着他，心里已经没有了往日的激动。林峰，问题不在你妈，而在你。你明知道你妈是什么样的人，却不提前告诉我。你明知道我被委屈了，却选择了沉默。婚姻需要的是互相扶持，而不是一方一味的忍让。婆婆听不下去了。什么叫我是什么样的人？我不就是让你做顿早饭吗？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？现在的年轻人真是……妈！林峰终于提高了声音，制止了婆婆的话，然后转向我。小文，我错了，我应该早点告诉你我家的情况，应该在你被冤枉时站出来保护你，给我一次机会，好吗？我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林峰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昨天早上你能站出来对你妈说，我老婆昨天太累了，让她多睡会儿，或者你自己起来做早饭，今天我们就不会坐在这里了。林峰低下了头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最终，我们决定先分开冷静一段时间，再做决定。但我心里很清楚，这段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。高铁慢慢减速，即将到站。我关掉了飞行模式，手机立刻响个不停，全是林峰的消息和未接来电。最新的一条消息写道：小文，我和我妈谈了很久，她同意以后不干涉我们的生活，我们可以搬出去住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看着这条消息，心中五味杂陈。是的，或许林峰真的认识到了错误，或许婆婆也会有所收敛，但问题是，我已经看到了他们的本性，看到了林峰在压力面前的软弱，
看到了那个原本平等相爱的承诺有多么脆弱。回想这短暂的婚姻，我不禁要问：一段建立在隐瞒和不平等基础上的关系，真的值得挽回吗？如果昨天我选择了忍让，是不是意味着我接受了这样的地位和角色定位？又有多少女性在婚姻中慢慢失去了自我，成为了家庭的附属品？林峰可能会说我太过决绝，婆婆可能会说我不懂事，甚至有人会说我因为一顿早饭就放弃了一段婚姻，太不值得。但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放弃的不是一顿早饭，而是一种不被尊重、不被平等对待的生活方式。有人说，婚姻需要磨合，需要包容，但我想说，磨合和包容的前提是相互尊重和理解，而不是一方的一味付出和牺牲。坐在回家的高铁上，我不再感到迷茫和痛苦，反而有一种解脱的轻松。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，或许会遇到更多的挑战和困难，但至少我不会因为一时的妥协和忍让，失去了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。对于那些正在经历类似情况的人，我想说，勇敢地为自己的幸福和尊严站出来，哪怕这意味着要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。因为生活中最大的遗憾，不是做了错误的选择，而是明知不对却不敢改变。新婚第2天，面对婆婆凌晨5点的叫醒和不尊重，我提着行李离开了。这或许是我做过的最艰难却也最正确的决定。你们认为我的选择对吗？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